Hello, everybody。我不辛苦，你们辛苦了，喊了一晚上，然后这个在那个演唱会现场，很多朋友今天非常热情，非常热情，然后在演唱会现场特别的配合我，然后整场就是很开心，很热闹，没在现场喊的咋办？没让现场喊的，现在喊，现在搁家喊，可以吃火锅了吗？我就不吃了吧，太晚了，太晚了，我不吃了，吃完又要胖了。你们吃，你们可以吃，我就不吃了。在家喊有点吓人，那就别喊了呗。所以刚才那个人就是故意问我嘛，说那个现场没喊的怎么办？现场没喊就回家喊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包括无论是现场的也好，还有那个在家实时刷微博的这些朋友们，就在微博上找刘宇宁的这些朋友们，你们也辛苦了啊，辛苦了，找了一晚上。有朋友说宁哥你的头发像鸡窝，不懂，跟你聊不了这种时尚的东西，就是要这种，就是那种颓废感啊，就是那种颓废感的爱情。没有，就是演唱会完事儿了，然后戴帽子啥的，然后我也觉得有点难受啊，帽子摘了，头发也没整理，没事儿，无所谓，要的就是这种反差。我直播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人整个人特别矬，特别矬。然后但是呢，就是工作室发一些照片呢，看起来就很帅气，像一个这个人模狗样的一个就是艺人嘛。但是日常跟你们接触的时候，就尽量越矬也好，拉的就是这种反差，哎，这样你们在看我的综艺也好看我的戏也好，就不会有那种重叠感啊。我故意的，我模仿戴米呢，戴米这种人，像个小铲车似的。我现在也是，我头发现在跟铲车似的，回酒店了啊，在酒店了。庆功宴没有，我让工作人员他们自己去吃饭了，我就不去了，我有点累，所以就今天就不庆功了，没事。因为我们每次都基本都管饭，在我团队一般在我团队或者给我干活，基本都不会亏待的，我还算是个还可以的老板嘛，我基本都不会亏待工作人员的。有朋友耳朵怎么红了？害羞了。羞涩，非常的羞涩，现在不好意思了，什么玩意儿？光的问题啊。那我回头可以给你打工吗？你现在不也在给我打工吗？
你后面挂着铁粉，这不也给我打着工的吗？嗯。你现在也是刘氏集团的一名员工，刘氏商业帝国少了你就转不了，你很重要，你很重要，朋友。我是钻粉，对，很多朋友是钻粉啊、铁粉啊、钻3粉、金粉啊、铁粉2、铁粉1、金粉2啊。行了，你是啥？我哪知道你是啥？自己看。有朋友大哥什么时候来广东开演唱会？有朋友说新粉重要吗？你不后面贴了金粉吗？你也不是新粉啊，你给我俩玩那种就是道德绑架。新粉也是粉啊，而且今年咱家多了很多新粉啊，今年去年都多了很多新粉，挺好的。有会儿累了吧？能不累吗？但是开心的啊，就是那种狂欢后的那种，那种也不是说，我不知道，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小孩儿啊，小孩儿，就比如像很多人去那个迪厅去摇头，去了咣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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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嗨完之后回到家之后特别安静的时候那个的自己，我现在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就是刚有朋友说，宁哥上来是这么好，是为了我们戒断反应，真好，也没有多好啦，就是想说，有很多朋友看完演唱会会有点失落，包括昨天看完的朋友也会有点失落。但昨天我要播的话，今天我怕演唱会就开不太顺利，只怕状态不好，所以今天就想说，你们可能现在此时此刻正在跟朋友聚会，或者跟咱家朋友们一块吃饭，或者正在回去的路上，你可以打开手机。然后看着我的直播，好像这个演唱会还没有结束，我可以陪着你，而且我现在是一个很安静的状态，陪着你聊会儿天什么的，这样你会很放松吧，有朋友一直在问我耳朵还好吗？今天我在那个我粉丝群里已经说了，你在问我耳朵好没好的朋友一定是没有进群，你是不是多单进不了群？你是多单吧？进不了群是吧？在群里说了，耳朵没事儿啊，没啥事儿。我没有你们想的那么脆啊。而且那个东西就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啊，它是，就是因为我也自己做东西嘛，我家里也有声卡，声卡出问题这个东西很正常。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声卡出问题这件事很正常啊，而且正常舞台上任何的事儿，在我这儿都小事儿，都小事儿，而且。对，而且他们也不是说不调试，反复调试。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一直大清早上开始排各种，但是只要是演唱会一开，它整个装置一动，它有很多电上的东西，电这个东西是最不可控的。放了恒电器或者是稳电器，那都放了，所有的一切都弄了，但是就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点杂音，但也没事，我耳朵里声音很小的，我也就是不是那种可以伤害到你的音量，只是说你会吓一跳，要吓一跳啊，那也没有别的东西啊，不会伤到耳朵什么的，有朋友说，宁哥啊，你那个帽子抽奖送了吗？朋友们，拜拜，我下播了啊，心情不好，拜拜，就因为那个朋友，我下播了，拜拜，拜拜。真行啊！
演唱会还有多少场？不知道，我只知道下一场是杭州，杭州应该也是2场，应该是3月份吧，我不知道，我这人属于什么呢？就是跟大家也因为闲聊天嘛，我就透露很多那个自己的一些工作习惯。我是那种，今天我在工作，我最多知道明天和后天干什么，我不想知道我后面陆陆续续要干什么，大概知道后面有工作就是一个就可以了，但是我不想知道我后天具体干什么，或者是大后天具体干什么。因为我如果在我今天的时候，我知道了后天、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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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天要干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脑袋就开始转了，脑袋就开始，因为我脑袋转的，就是总喜欢乱想东西，然后就会消耗很多的，就是那种的精力，有朋友说，那个演唱会无限循环吧，再开1年。你买票啊？再开1年。买，必须买。没有啦，这个朋友说，那个你说再开1年，那个网上那些发我那些剧粉希望我拍戏的那帮朋友们懵了，说什么呢？宁哥赶紧进组。那天我直播，那天我生日直播播完之后，回头刷到很多朋友的感慨，我当时就想笑，我觉得，我有的时候直播说的话呀，就有的时候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因为我没有稿，我没有要上来宣布什么东西，所以就没有什么稿，想到啥就说啥。然后，但是很多人嘛，就是不光是你们，很多人就包括一些，可能不是咱家粉丝，甚至讨厌我的人，看到我的说的话，好像就觉得我是在，我说的是什么这种就是新闻发布会，我宣布了什么东西没有啊？然后也喜欢对号入座，就觉得。没那么多那么严谨的发言，戏有好的肯定会接的，那不然呢？得拍戏，而且我是真的喜欢拍戏，否则我练台词，否则我没事还在群里发一些台词的东西是干嘛的？就是想拍戏了呀，否则我为什么还会在唱歌里加一段台词呢？自年幼我见之时，我便知道自己会是那娱乐圈的顶流。爱奇艺的尖叫男神，就是这种，就你知道吗？那我你看看是不是就说明还是想演戏嘛，只是说碰到好的剧本会想拍的。目前不是好的剧本，不喜欢的好的剧本很多，好的项目也很多，就是碰到我喜欢的我再接呗，不喜欢我的不开心，你们看着也不开心，也是吸取了，就是也不是吸取了吧，也是经历了很多才会想通一些东西嘛，才会想明白一些东西嘛。这个头发，有朋友说这个头发我乐死了，这头发有什么可乐的？我很搞笑吗？我觉得很帅气啊。
就有点扁而已，没事儿，无所谓了，不能，唉，也没必要，没必要时时刻刻都那么的，对，反正就是对，就是你现在看的就是那种给你一种邻家小伙的感觉，此时此刻我就你邻居啊。你早上出门去那个散步的时候碰到你邻居但是你邻居也不会画的跟我像这个烟熏妆跟鬼似的上舞台可以，但现实当中画成这样也挺吓人啊。对，就是不能每天呈现的样子都是那种一个艺人的状态。我也说实话，你们也容易疲惫，我也累，我也累。有朋友有歌还去吗？有歌时间不行，后面时间不行，所以我就可能不去了。因为前面那个就好不容易也是串了时间去了，然后后面因为后面工作已经排满了，后面工作基本都是满的，每一天都有事儿，每一天都有工作，就是所以，要不你想想，朋友们，你是这样的，朋友们，有的时候你可能在网上看了说，哎，今天宁哥有这个活儿，明天有那个活儿，后天有那个活儿，那些都是我默默的干的，一个一个干出来的。然后对啊，所以我还是得对，跟忙不忙没关系，就是还是得工作嘛。上次有朋友不说了吗？工作快乐重要还是赚钱多重要？开玩笑，就是还是得工作嘛，工作使我快乐，当然也要快乐的工作了。有朋友说宁哥，你洗脸是亲自洗吗？洗脸是亲自洗吗？算亲自洗吧。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一般不洗，比如说酒店那个枕头是白色的，早上起来就是被我脸上妆蹭黑了，就不洗，直接不洗，就靠这个，就是自然卸妆法，有其实也不算，就是在睡梦当中妆就没了，嗯。我朋友说开推和地球一块儿录吗？哎，现在还有一点问题呢，开推和地球时间撞了，不是全撞啊，有一部分是有一部分时间撞了，录制时间，然后不知道，管他呢，总有办法解决吧。嗯，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录制时间有一点撞，因为都是第一季度就要录，然后地球也马上就要录了，地球很快就开始录了，我看前两天网上已经有消息了。我说宁哥，你用什么卸妆？用卸妆油吗？我现在是个，你看你，因为现在我这个妆容这么重，所以你觉得哥们儿是个美颜，不是美妆博主是吗？跟我分享一下卸妆膏用什么卸？
有朋友戴美瞳了吗？我眼睛太小了，戴不进去。上次我那个化妆师阿 Q 啊，他几度想让我尝试，他几度开始说哥那个要不试试美瞳啊？我说不戴吧，他说你那很多艺人都戴，戴完就是挺好看的，你可以尝试一下，也算个新造型。我说不戴。过了一阵儿，他们说我们下去逛街的时候买了一个美瞳，这个美瞳尺寸可小了，你可以试一试，你可以试一试。我说我不试，我害怕，我这胆儿太小了，我胆儿特别小，特别害怕，我怕给我眼睛弄坏了。因为我眼睛特别好用。今天就是因为我视力就是还比较好，然后就像今天演唱会最远的那些朋友，虽然我看不清你的脸啊，但是你挥荧光棒的速度，我一下就能看到。虽然你可能觉得我离你很远，但是我看你挥荧光棒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就能看得很清楚。有人说，宁哥把拉链拉开吧。你是不是以为是午夜档一开，你以为我是擦边男主播啊？咱不是邻居吗？刚才不说是邻居吗？你邻居都这种的，天天光膀子跟你俩见面那种的邻居。有朋友邻家大对啊，邻家大哥哥天天跟你光膀子聊天。气氛怎么刚，激动怎么样？打开，让梦照进窗台。我们你有朋友说去了快乐，有朋友说你去宽窄巷子了吗？没去啊，没去啊。没出去溜达，这次来成都哪也没溜达。来看演唱会，基本到看演唱会的城市，就是有点匆忙啊，就有点匆忙。每次就是有朋友喝火锅吧？你看我嗓子都这样了，还吃火锅？不吃火锅了，不吃火锅了，保护嗓子嘛，因为我后面录音的工作特别多，录音的活特别多，所以就把月光打开，让梦照进窗。有朋友水瓶那个抽奖送了吧？这个瓶子啊，就是饮料瓶，有什么可送的？你是收破烂的吗？你是收破烂的，看到瓶子你就受不了，你要攒瓶子出去卖是吗？这瓶子也有抽奖送了。
我无人机看了吗？看了，我在网上看的视频，那天还有直播呢，我看了一眼啊，感谢，就过个破生日，然后让你们这么的那个用心，我就觉得很感动，谢谢各位了，屏幕有点小，看不清打字，主要是。有朋友问我明天回北京吗？关你什么事儿？别瞎打听好不好？你要暗算我，你堵我去啊？我出现的频次已经够高的了吧？我邪恶计划萌，没有什么邪恶计划啊，没有邪恶计划。哎，这是我刚想说个事儿，后来先算了吧。因为我说了无数遍了，没啥用啊，就是觉得特别的无语。杭州我不知道，后面反正演唱会后面我不知道杭州是几号，我真的脑子记不了那么多事儿，抱歉啊，等回头那个啥，回头就是请关注刘宇宁工作室，请关注刘宇宁工作室，他们会告诉你们的啊，什么都我不能什么都太过脑子不太行，没有，最近就是有点儿有一点儿累，有一点儿累，就是唱歌这件事很矛盾啊。你不吃饭呢，我这人是这样的啊，就是比如说我开演唱会或者我要录音，我一定得吃饱，否则没劲儿。因为唱一半的时候，因为唱歌需要很多的力气，你看似我在唱歌，但其实你身体要你要绷着肚子也好，或者身体要控制也好，因为嗓子是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机器，所以呢，就是你需要身体状况很好，所以你要想唱，你要能演唱会盯下来，你就得吃饭，你吃饭呢，你就得吃主食，你不吃主食，你光吃菜也不太行，所以呢，你又要减肥，然后又要唱歌，所以两个东西就很矛盾，然后会导致我最近就是吃的也不少啊，然后呢吃的不少呢，然后又要控制，反正就在矛盾的过程当中啊。你们要总喊腹肌，腹肌一喊，然后我就想说，那就是到底怎么样呢？不知道，反正我看看，我就极度的抽空去健身什么的吧。这一回我真的得好好健一回了，就是
我之前说过无数次要健身，我都一般都健一段儿，然后差不多了我就停了，我就后面我就不管它了，可能特别病态的去让自己瘦下来啊，或者是肆无忌惮的去吃啊，但这一回我觉得得好好练一回了，嗯。有朋友我说我健身，有朋友问我去哪儿练，等回头我把健身房地址发给你们，然后你们到楼下给我应援去啊。等我到时候会发在我的微博上，然后把具体地址给你们，然后我去健身的时候你们去给我应援啊，你们给我加油。录个 vlog 好，等我健身的时候给你们录个 vlog，回头那个啥，回头给你们剪个视频啥的，我到时候录一个吧。本来没打算录，但是你们说的话，我想说那记录一下也挺好的。行，之前录了一个不是吗？之前不是录了一个吗？但是后来没有什么展示成品，因为后面也没练出个456来，所以就是没展示啊。没有，就是还是要，我觉得就是，咱直播间可能很多朋友跟我年龄相仿啊，或者比我大一点，或者比我小一点，就是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呢，一定得健健身，也一定得健身。健身真的，我说的健身不是说你跑跑步啊什么的，就是你做点力量训练，上次已经讲过了，做点力量训练，然后真的会让自己年轻，哦，年轻，就真的会让自己年轻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做力量训练。因为我知道很多艺人都有在做健身什么的，其实就是为了保持状态嘛。嗯，有朋友说行，好的，OK。做瑜伽也可以的。有朋友说女生做的瑜伽我不了解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吧。但是做力量训练可以，做力量训练就举哑铃啊，做深蹲什么之类的这种的，对，抗阻训练说的对，这很专业，抗阻训练，阻力嘛，就举哑铃啊什么的这种的，有朋友说哪天等你训练的时候，那个直播咱们一起呗，健身给你们看，我所有的生活都得分享了，现在是吧？行，我想琢磨琢磨吧，琢磨当一个好玩的一期直播，等我再练练，等我练练。也不是看看串儿呗，就是你经常戴的那双凤眼，啊，经常戴的那双凤眼。
黄色的是什么呀？这个是吗？这个，很多朋友说是蜜蜡啊，不是蜜蜡，是别的东西。因为我不太喜欢蜜蜡，我之前那个玩过蜜蜡，我当时还玩原石呢，自己去磨皮什么的。也不是琥珀，这个是啥？这个是黄翡，肯定有人懂，我懂啊，就是翡翠嘛，翠是绿色的嘛，翡是黄色的嘛，但是也不贵啊，不贵啊，我可以抱着你。你是在卫生间直播吗？没错，在卫生间直播，因为这个环境比较的封闭，让我有安全感，然后也比较安静，在厕所直播呢。怎么说？你要借用我的厕所吗？有朋友说卫生间有点大，还好吧，后面连着个衣帽间呢，这是酒店，在酒店里边。这样有氛围嘛，对吧？卫生间里边有氛围嘛？是的，就是很温馨。换个词儿，有氛围有问题吗？卫生间里有氛围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啊，氛围很好，后面插的花呢，没看到啊？有朋友说今天有清工，我就不清工了，他们工作人员他们去吃一口，我就不去了。然后因为我比较今天有点累，所以就不去了。有朋友对隔壁打起来了，我不用跑那么远了，隔壁打起来就是一转身就到了，就可以去劝架。我今天有笑声吗？没有，今天纯手机，纯手机播的。但是我就觉得这种直播让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为什么呢？就觉得好像这个直播不太正式。我的直播一定那种高清摄像头，然后各种那个音效，然后让你们觉得不一样那种的各种灯光，不适应了是吧？偶尔来一回这样的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条件不行嘛。出门在外的就没办法将就一口啊，吃口得了啊，朋友们，吃口得了。今天有点干呐，你看这朋友们，这就是你看吃过好东西，就是
就从俭入奢容易，从奢入俭就有点难了。看过我那么丰富的直播，再看一个这么简陋的，他觉得有点不适应，有点简陋了，没有笑声，也没有音乐，音乐声音也不给力啊。平时嫌音乐吵，今天就觉得音乐好像也没那么吵了。有朋友说干了自己笑，对，如果你们觉得有点干，你们自己在家自己笑，也就是我说一句话你就自己笑，给我配戏份，你就不会觉得干了，你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我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天底下最好笑的一句话，就没问题，有朋友说行不行了，坚持不住了，我要睡觉了。你们困了就去睡，我也差不多了，我也差不多就收了然后那个你们也一会儿赶紧也休息。我主要是因为每次直播完了不是每次直播完了，每次演唱会完事儿了都得播一会儿嘛。我想说就是得怕没有，就是想播一会儿嘛。然后因为在演唱会上答应各位了，那回来就播一会儿，明天不上班，明天周几啊？明天周一啊，周一不上班吗？对啊，周一上班为什么又上学的？有朋友说我上班的朋友赶紧去睡觉嘛，我也差不多快下了，我也快下了，等回去回去得忙活几天。如果有时间的话，给各位就是那种来一个那种好一点的直播，也不是好一点，就是家里那种直播，家里那种正儿八经麦克风、正儿八经设备的那种直播。我说宁哥你打耳洞了，是当年非主流的时候打了耳洞啊，你不会因此嫌弃我吗？你不会因此觉得我这个小伙好像不太行？也不是很酷，酷什么酷？别学这些没有用的啊！现在不戴了，日常也不戴，没有，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为了造型会戴一下吧，但基本上因为电视节目是不允许的，不允许戴男生不能戴耳钉、耳饰这些东西，对，电视节目，所以就基本不戴，网络节目可以，打耳洞疼吗？我不知道，我已经忘了，很小的时候打的，我不建议各位去啊。我朋友老大，你很久没有去迪士尼了，还真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有一点儿，因为上次去迪士尼其实有点儿怎么说呢，就是会给人造成麻烦，我不是说我多红啊，跟红不红没关系，我也没多红，我就是一个小歌手、小演员，但是问题是因为我本身你知道吗？别人可能可以藏一下，但我个儿太高了，太明显了。我太显眼了，就是我走在人群当中，打个比方，其实我是那种啥呢？就是哪怕我不是艺人，看旁边过去个柱子，
很多人也愿意回头看一眼，觉得哎呦这小伙真高啊。我小的时候也听，就不是小的时候，就我没出道的时候也听过这样的话，因为我就是个儿太高了，跟电线杆似的。你可能平时看我舞台你没有什么直观，但你真的站我旁边的那一刻，你会觉得真的是觉得很高。哦，你就是本能的话，也不是说就是觉得很帅，跟帅没关系，就是觉得一个电线杆子一个柱子过去了，刘铁柱，刘铁柱还行，就是那个感觉一个柱子过去，所以大部分看到我一个电线杆过去，觉得这人怎么这么瘦哇，这跟杆子似的，就会看一眼。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也是最近国民度上来一些了，国民度稍微就是朋友们火了，朋友们啊火了，对，然后就会有人围观啊，就追着你拍。拍完之后，你就造成拥堵啥的，会影响其他游客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比较的那个，不想给人添麻烦，所以我也没想着去哪儿玩。有朋友说去国外玩，我又比较懒，不过那个啥，不过我不是录地球吗？地球不是去国外吗？所以那个节目对于我来说还挺开心的录的，因为它是给了我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出去，旅游，去旅游，然后跟一帮熟悉的朋友，然后跟一些特别好的人去一块去玩，一块去体验，然后又可以跟大家去分享快乐，我就觉得挺好，挺开心的，对。所以第二季也可以快开始录了啊，第二季开始录了，也得赶紧录了，有朋友说马上快考试了，担心自己考不好。考试你都这么晚了，还在看我直播，你能考好吗你啊？你赶紧要不复习去，要不睡觉去啊！你能不担心吗？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平时我演出，有的时候我也会担心，我也会紧张，但也分歌。比如说今天的歌，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点难度啊，或者是全程有几个地方我怕到时候不稳，我就会紧张。但如果今天这个歌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轻轻松松，就是不是轻轻松松，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稍微舒适区里，我就不会紧张。你不也是吗？你说明你就是复习的还不够吗？你复习的够，你觉得这考试轻轻松松，什么考试来，那你就肯定不会紧张了。那就如果你紧张，就说明你还是没那么十拿九稳嘛，对吧？人家都考上了清华，回头你考上了地瓜，跟你宁哥一样去干厨师了，那你不得多憋气啊？我就学的厨师嘛，你跟我要干同行，去好好学习啊！我就是以前大家都知道，我以前卖过烤玉米，在街边摆过摊儿卖烤玉米，人家都考上清华，考上北大，我考上了玉米，烤玉米1块钱一磅，卖很便宜，但我当时进是3毛钱一磅进的，10块钱仨，你那啥玩意儿？10块钱仨，你那太黑了，10块钱仨去，你是真黑啊！好吃吗？嘎嘎好吃，嘎嘎好吃。所以现在物价不一样了，是开玩笑，现在很贵。玉米
也很贵，10块钱3还可以，也还行，也还行，不黑，挺划算的，我当时反正就是因为我当时进那个玉米是有进3毛5的，稍微大点的是4毛5毛，进1磅，然后回来烤完卖1块，但现在10块钱3个肯定是划算的啊。有朋友问为什么会有2个手机？你就是意思宁哥为什么拥有2个手机是吧？你是想问这个问题吗？为什么有2个手机？我是富二代，你能听懂吗？富二代，没办法吧？跟我没关系，我爸妈有钱，我富二代，可不可以？有朋友说我也2个手机，你也富二代，牛，很厉害，厉害。有朋友说我也对，是你们都有2手机，厉害，富二代，什么东西呀、什么东西呀、有3个呢，3个那就属于就是那种老总了。衡量一个人家庭条件是用几个手机来衡量的吗？啊，哎，回头不能有人说我炫富吧？拥有2个手机，澄清一下啊，朋友们，这个我手里用的这款橙色，然后虽然是橙色，但是我贴了个银色的膜啊，橙色的 iPhone 17，这17还是16，我忘了，我脑袋。这是 iPhone 17是吧 ？iPhone 17 Pro Max 橙色1T 版本，朋友们，你们看似它是很贵啊，17是吧？但是朋友们，今天给大家透露一个天大的一个秘密啊，这个呢手机呢，不是我买的，是苹果人送的，哎，送的，2T 版本啊，2T 版本是人苹果送的，不是买的。我自己买也不太舍得，2T，说错了，有朋友说宁哥让他送我一个，我个人要的手机都给人下跪了，你说我是吧？我艺人都得给人帮你要一个，我俩关系就是你感觉是人是我哥们儿，我说那个哎哥们儿，那个我朋友那个在我直播间跟我说让我帮他要个手机，你给一个呗。我哥我想要一个，有朋友说我也下跪，为个手机下跪，你什么？有朋友说还有新的代言吗？没有了，拉了。就算有也不能告诉你们，那不保密吗？拉了，刘已经拉了，拉，纯拉。保密啊，回头会有的。对，因为没事儿，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会有了，
我当然我也不乱七八糟的都接嘛，就还行，我就少接点就挺好的，我看那个酷狗那边哐出 Demi 的那个什么物料啊，Demi 物料哐往外出，我的天呐，真行。傻狗有个傻服务，也不傻人家。有朋友说半夜少喝点水吧，容易肿。我是艺人，你会比我更懂吗？我们就这帮人就靠着脸活的了，肯定要比你这个，因为明天没工作嘛，明天那个啥不用上镜，所以就没那么多注意的东西，可以放松，可以在唱了一晚上演唱会之后可以喝点水的啊，否则这活着也没啥意思了。唱了一晚上演唱会，嗓子就是已经就是磨破皮了都要，然后喝点水说不行，明天被肿了。那我这一人干的意义的是什么？有朋友说，那你给我传授一点变美的秘诀，我都在寻找这个秘诀呢。我也想变得好看一点，我要会还能告诉你，我还能等到现在。我说打针上场直播不是说了吗？别听那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发现我说了点什么，第二天那个各种号都在发。虽然不是黑我，但是好像这个东西感觉就是不太好。有朋友怎么这么白？就是很多朋友在寻觅变白的办法嘛，变白很容易啊。变白就是其实是就是你平时要注意一点东西就行了。想要变白的话，其实非常容易。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这个给自己拍照的时候，把美颜拉大一点，把美白开的大一点，或者你选一个滤镜叫做美白滤镜，或者是叫什么，就是那种牛奶皮肤滤镜，就把那个滤镜一开就可以解决了。其他的不用去思考，该晒太阳晒太阳，健康为主。但只要是把美颜的时候参数，你再把白的那个参数拉高一点就好了，就可以白。再加上就是平时呢，就是就是摄像头别太清晰。当然，平时要注意护肤啊，护肤是一定要注意的。比如像为什么你当然光脸白不行，你得身上也白，对不对？所以身上需要护理，就需要就是在洗完澡之后身上进行一些护理啊。咱们这块呢推荐那个Olay，好不好？Olay这一块就是身上有那种身体乳什么的，抹一抹护肤，这样呢会抗衰老，你的皮肤不容易出褶皱、出纹路，你可以滋养皮肤啊，由内到外就会滋养它，滋养的皮肤健康，它自然就白皙透亮哦，朋友们。然后包括呢，还有什么呢？就是平时穿衣服的时候，
你知道吗？其实衣服上，如果你衣服洗不干净，身上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菌直接接触你的皮肤，包括一些贴身衣物，你会很容易让皮肤变得不好的。所以呢，朋友们，咱们碧浪这一块洗衣液啊，就是非常的权威，洗得非常干净，而且又有那种非常清香的味道，让你一天的心情都很好。所以呢，就是平时的，就是想要变白，第一是欧蕾这一块身体乳要经常抹一抹啊，然后呢，包括这个衣服贴身衣物要用这个好的一点的洗衣产品啊，比如碧浪，强烈推荐，好不好啊？有朋友说去京东买，没错啊。你要朋友们要是想囤点年货啥的，一定要上京东啊，好不好？一定要上京东去买，非常的就是第一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靠谱。第二是呢，送货很快啊，就是发货非常的快啊，就很容易很快就收到啊，而且很多那种优惠福利，就是没那么多套路，直接低至1折，低至1折。哎，有朋友说怎么能不掉头发？有朋友说怎么能不掉头发？像我平时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些妆造，比如说演唱会，头发就会就是喷很多的胶，然后就会干枯啊、毛躁啊，会引起一些头皮上的不健康。所以呢，朋友们，如果你那个什么所以呢，就是有一些就是头皮问题的朋友们，可以去选择使用海飞丝啊。海飞丝这一块呢，就是护理头皮健康，它是非常权威，拿捏这一块啊，朋友们。所以里边有很多特别棒的一些就是那种营养成分，可以让你的头皮很健康，然后呢，去屑没烦恼那种感觉，就是很轻松、很清爽。所以朋友们也强烈推荐，如果说你看你光白也不行，你头发也得健康啊，对吧？头发健康，那就得使用海飞丝啊，使用海飞丝，海飞丝在哪儿买？有朋友说我没有这个烦恼，你什么烦恼？就是你不用喷头发、打发胶是吧？你不用去造型是吧？你平时不烫头什么的，可以啊。但是很多东西是这样的，不要出现问题的时候再解决问题。很多这个头皮问题啊，是防患于未然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让它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你以后就会很好。哎。有朋友我看动漫吗？看，我肯定看的，我肯定看动漫，对，对，看，但我看的不多，看的比较少，就是比较主流的我会看，第一是柯南肯定是看的，我就是喜欢看柯南嘛，大家都知道我是柯南迷，这是一定的，都知道柯南，喜欢柯南。然后，火影看过，火影没看完，但是大部分看了。然后再看那个死神看了。然后前一阵我给大家推荐那个给大家看那个推荐那个《赌博默示录》，你们看了吗？好几季，一共好像3集，有一集是专门攻克那个深渊那个，有一集是有点像那个游戏那个。赌博默示录你们看了吗？那个，你们如果没有时间看的话，你们可以去看找那种剪辑号，你们可以就是他就把最精华的给你剪出来，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把那一部都看了。赌博默示录挺好看的那个。
看过真人版，对，真人版有那个就是弹珠机那个嘛，我也看了那个，鬼灭之刃我一直想看，但是没看。然后还有那个寄生兽也看了，寄生兽也看了，然后动漫还有啥？刃牙也看了啊，但都是看剪辑版的。刃牙可能就是女生可能不太喜欢。一拳超人看了一集，然后但是不知道那个我好像没看，后面我忘了是因为啥没看了，我就看了一集，大概知道一拳超人是啥。海贼王我真没看，好多人给我推荐海贼王，说一定得看，但是我玩那个游戏之前出了个手游，海贼王手游，我就玩了一阵儿，还充了不少钱呢。后来玩了几天，就是跟人 PK 竞技场打不过人家，就不玩了。海贼王，但是那个游戏我玩过，海贼王是真没看。怪奇物语看了，怪奇物语我都是看剪辑号，我也没有看完整的。怪奇物语我看了，蜡笔小新也肯定看过，但是后面都没看了，小的时候看过。咒术回战我没看，但我听说过，我大概知道，因为我那个平时总会看一些游戏相关的东西，然后游戏里面就有咒术回战这个游戏，然后我也知道咒术回战是啥，但一集都没看过，国漫看吗？国漫只看过一个，也不是一个吧，就是那个应该叫荣耀吧，那个，不叫全职高手，全职高手，不是叫荣耀，全职高手，我只看过那一个国漫，全职高手看过，对。不良人呢？不良人我看过，就是我都是片段式的。我主要因为有他，就是他很帅嘛，然后那个各种那个，就是我看了一点点吧，但是都是片段式的那种的，但没有从头追到尾。不良人，那个还真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哎，算了，这样说好像会遭受别人的攻击。算了。巫山五行我知道是啥，但是我没看过，但是我大概知道是哪个动漫，然后也很打斗什么都很帅。虽然在我印象当中他的画风是比较的那种，就是中国传统式的那种画风，但是他那个打斗画的非常好，就很带劲，而且包括后面的那个配音啥的。国漫我还看过一个《苍兰诀》，忘了，国漫我看过《苍兰诀》，朋友们。必须看过，我肯定看过，而且我看过原稿呢，得看的那个，就是我在配音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的那个，我配音的时候是那个，它整个都是那个动画没做完呢，全部都是简笔的那种的，就是哇，我看到也蛮震撼的。你光简笔就那种简易的那种画，已经你能感觉到很震撼了，对。
死亡笔记有看过真人版的，看过。有朋友说宁哥《苍兰诀》还有续集吗？我不知道，动漫那块我不太清楚。然后这一次也是很早就说那个第2季还有9元，然后让我去配一下，我就配了。然后但是其实戏份很少，我配9元那个一下午就配完了，就是戏份很少嘛，因为基本你们看的都知道戏份很少。有朋友我插不上话都没看过，你看过刘宇宁直播就行了，看刘宇宁直播就可以知道很多的大家都在玩的，大家看过什么东西？无耻之徒我没看过，是动漫吗？我不知道啊，是漫画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没看过。有什么好的漫画推荐吗？其实我不太懂的，我看的其实真的很少，给你们推荐我肯定不专业，你们可以找那种专业的人给你们推荐。但是如果说你说国产剧的话，我可以给你们推荐点剧，就是比如说，宁哥我最近没剧追了，我看什么剧？你可以看看那什么，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棒的一部剧啊，我非常喜欢的，叫《一念关山》，还有一个叫《书卷一梦》，还有个《折腰》也不错，非常不错啊，包括那个《朱烈玉木》，很棒。国产剧当中，我觉得这4部剧是我看过，反正我不知道，我看的就是很开心，我看的时候很开心，就是觉得很有代入感。我看老有代入感了，朋友们，就是很有代入感。包括做自己的光，哎，就很有代入感。不知道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因为影视剧你看了就会给你造一个梦嘛，或者是你跟着这个里边的这些表演者去共情嘛，我就很能共情。是的。有朋友说宁哥你玩王者吗？当然玩啊。有款游戏越来越年轻，就是手机王者荣耀嘛。你没听过这歌吗？玩的肯定玩啊。有朋友说打辅助吧，没有，我是那种，我是玩吕布玩的比较多，吕布玩的多一点。玫瑰什么时候播啊？玫瑰重生是吧？玫瑰重生我也不知道啥时候播，我还真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很惭愧，因为那个戏大家好像都在等着啊。因为那个戏我戏份很少，我一共24集，我就100来场戏，我就100来场戏，就是其实是非常其实不多啊，就100来场戏。那个所以大家就到时候就是等上了，大家多支持去看看我的现代戏吧。但是已经拍了很久了，2年多前了，我现在都进步很多了。如果演的不太好，各位多我担待啊。因为那是，我现在跟进步了嘛。我人就是这样的，你就比如说像我现在我再去听我半年前录的歌，我就觉得好像唱的没有现在好啊，我会说这种感觉，对，对，它是一个不知道，反正到时候大家多支持吧，就看看那个《玫瑰丛生》也快上了，应该不会很远很遥远啊。有歌就去一期嘛，我就去一期，因为后面没时间了，我确实是没有时间去了，而且音综也不能老参加，我是这样的啊，就是每年是这样的，
我前一阵就在想，我会不会有一种，综艺去的有点太多了，就我会想啊，因为我会想，我就会想，综艺是不是去的有点多了？新年快乐，朋友们，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跨年了啊！对，我就在想，会不会综艺有点多？因为我之前一年就一个综艺，基本上，一年是一个，然后比如像开推，开始推理吧，那个是我基本是一年一个综艺，就只录一个嘛，开推，然后因为它是为什么开推我会一直参加呢？因为我对这个节目是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情绪吧，因为第一季，然后那个当时人家找到我的时候，其实说实话啊，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深刻，我当时参加节目的时候呢，大家其实对我其实不是很了解，大家对我不是很了解，因为就是他不知道我什么性格，没跟我接触，所以当时节目组也很负责任，然后他们特意当时我没记错，应该我在横店拍戏呢，他们导演组专程飞到横店，就是跟我单见面一次，聊一回，聊一聊，就看看我的人状态怎么样，适不适合这个节目嘛。而且他们当时还给我出了几个问题呢，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问题是说，哎，那我想问你那个，如果你看到一个 NPC 的表演非常的就是那种夸张，或者是那个就是有点假，你会怎么样？当时就问了我这么一个问题，真的面试啊。然后我说哦，我本能回答的，我说我会选择相信，我会选择相信，我会选择投入，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当时也算一个小小的面试嘛，但是我也不是标准答案，我是因为我不知道人家标准答案是什么，因为我没录这样的综艺，所以我就正常的按我的本能去说，因为我演戏的时候也遇到对手演员演的特别假，当然我演的也一般啊，我演的也很差，但是那你得继续演下去啊，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对啊，我演的很差啊，我演的很差，对，所以就是我就这是本能嘛，然后后来就是，然后整个他当时跟我说的那个项目很好，很好，然后我当时一说很过瘾啊，很好玩，但是因为当时不是那个什么嘛，那个特殊时期嘛。我们那个11号公寓那么大个楼，花了好多钱去改造，结果后来录制不了了，我们直接回到长沙了。说实话，那一年其实那个节目是赔钱了，第一季开推其实是赔钱了，因为它整个录制非常不顺利，花了好多钱，然后结果没录好，没整好，但是里边的人大家都很开心，玩的都很开心，对，那个时候，然后后来就说，哎，搞第二季嘛。投资很大，当时那个节目其实抱以很大的希望，搞了那么大个大楼，多牛啊！在一栋楼里录，专门给我们那个节目，全是个报废的楼，老厉害，老好了。结果后来因为那个特殊情况，我们去不了去录嘛，后来就白费了，后来就说，哎，等录第二季，结果这第二季等了2年啊！一般节目不是1年1录吗？不是1年1录吗？对吧？然后那个节目足足等了2年，然后问了以前的成员，有一些就不参与了嘛，不参与，然后于是就找了新的成员来啊。当时我们3个，我周柯宇、白宇，我们仨属于就是上一季的嘛，然后又来了2位热巴和林赫，他俩来了，所以给第二季开起来了。就是反正就是因为第一要磨合嘛，第二也要摸索新的玩法嘛。然后包括第二季具体就不说了，第二季录完了，然后又第3季录完了，就是我会觉得在我心里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是说因为我是元老或怎么样啊，只是说我对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一开始就在这儿，我就对他有一些感情，对他是有一些感情的，所以开推如果他要邀请我，我就基本都会去录的，我是这样的，这个开推，所以我一直每年只要他开了我都会去。
因为我觉得我是看着这个节目从不容易到现在可以开得起来。因为你们可能作为观众来说，你们会评价这个节目不好笑，那个节目没意思，这个节目不好。当然你们是观众，你们有这个资格，但是作为我们算是从业者，你一定知道这个节目开起来有多么不容易，或者是你去能够把人凑齐去搞这么一个项目有多么不容易，是多么希望跟大家见面的一个不容易。当然这个也没有不容易了，只是说我们个人工作上的一些不容易，当然没有你们不容易哦，不是说那个意思，只是说我们在做的事儿和你们在做的事儿其实是一样的，就想促成一个东西嘛。对，所以开推呢就是这样的，如果他开的话，我会去，我会一直去啊，只要他邀请我啊，除非实在没时间啊，除非实在没时间，我就可能会缺席一下啊。但是因为我对他是有情感的嘛，对。然后还有综艺就是地球嘛，啊，地球超新鲜是去年刚录的一个节目，地球超新鲜刚录的一个节目呢，去年第1季，大家都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大家都在摸索也好，磨合也好，然后就把它开起来了，把它开起来，然后没想到去年播的还真不错，播的不错，但是我总能看到一些好玩的事儿啊，就是综艺就是这样的，我跟你们也是一样的，我也是观众，我也平时也刷手机，我也看网上的东西。就综艺节目我没有特指任何啊，我只是说一个现象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每个综艺都有综艺粉丝嘛，综艺的粉丝，比如说地球有地球的粉丝啊，比如说有人说，哎，地球超新鲜不好笑啊，一点意思也没有，不好笑没意思，就第1期好笑，后面不好笑，那个。有一帮朋友就说了啊，那什么不好笑？我看挺好笑的，我看很好玩，我乐得嘎嘎的。然后呢，几个现在有这个跟地球可以，就是地球算一个新节目嘛啊，就是都互相拉踩，跟其他2个节目，那2个节目什么名我就不提了啊。有一帮人说那些节目不好笑，有一些那帮节目的这个粉丝说地球不好笑。然后呢，就是这种的，其实没有什么好不好笑的，没有好不好笑，都很好玩，只是说各取所需，但是没有我们作为尊贵的观众，我们可以选择看与不看啊，我们没必要说白了替谁卖命。我有的时候看到这些朋友，我就觉得很心疼你们，你们是尊贵的 VIP， 尊贵的观众，你看什么你获得快乐就好了，你没必要出门气的出征，替他去拉踩别人，或者是提防别人的拉踩。其实都是各取所需，就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火锅，有些人喜欢吃川菜，有些人就喜欢吃东北菜，都可以啊。这就是市面上这么多菜系，你吃哪个就吃哪个，你没必要你吃了川菜，你说东北菜一般，没必要。你们是尊贵的顾客，你们没必要，就是反正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你们是最尊贵的，没有观众这个综艺啥都不是啊。所以，但是我看到这种现象，我就觉得很好玩，我就想说，我每一次看到这种，我就觉得。都很可爱这些人，然后今年可能开推要录，地球要录，然后可能就这2个综艺，我就在想，后面有音综开，我肯定会录音综嘛，比如说那个原计划如果录的话，那肯定就是如果他邀请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再去收一批歌嘛，因为我是歌手嘛，音综肯定是得去嘛，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对。天赐啊，对，还有天赐，是天赐。上一季天赐其实很好，人家导演组非常的好，就是其实他在之前每年都会，因为我前几年都在拍戏嘛，他们其实前几年那些一统啊，又跟我们团队也很熟，就说那个都会来问一下，就说哎那个小宁有没有时间啊？天赐。然后前几年我在剧组拍戏，我在剧组拍戏就没有精力去搞音乐上的东西。然后今年去参加了一些天赐，但是也是因为时间不行，我就去了4期还是5期，我忘了，5期吧，应该是去了5期。对，天赐也如果今年开，他要是需要我或者我有这个资格的话，我可能不知道啊，到时候再说
也是看时间，因为很多综艺不敢提前定啊，因为它还没到录的时候呢。那比如像现在那个地球和开推快录了，那近期的这个档期我是能够去定一下的，对，我就在想会不会综艺有点录太多了，但是又是感觉都是不能割舍的，因为刚才已经说了原因了嘛，地球第一季我也不是说不能割舍啊，我这人就是可以的。地球说句实话，地球少了谁都能转，这句话说的真的太对了。少了我，地球也会转的。但是我会对，就是我这人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一些投入自己一些小小的一个情感，就是觉得好像人家邀请我了，我作为这里的一个嘉宾。我好像就该去，我不知道，就是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是不好的啊。这地球少了谁都会转，是这样的，我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任何的节目少了我，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只是说咱家这帮朋友就是可能就是要想看我的嘛。就可能觉得，如果到时候再看地球的时候，发现没有宁哥，你会可能看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就是那么的兴奋嘛。当然也会支持这个节目了嘛，对吧？也会支持地球嘛，就说这个意思嘛。对。正好放到这个歌了。那天惊鸿一瞥遇见你，莫名其妙一起去旅行，街头偶遇的炙热人海，都是旅行中的小幸运。我看上你，你独自想他，你是最可爱。有朋友没有你的节目就不看，那 OK， 那是你的选择，没事儿，无所谓，都可以。你想看就看嘛，书卷会有二梦吗？不知道，不知道，行吧，差不多了，朋友们，我也你们戒断也戒的差不多了啊，陪你们聊了1个半小时，行了，如果此时此刻，朋友们，我是一个擦边主播，怎么擦边主播？说的什么呢？我是一个等一下，说的什么鬼话 ？OK。我是一个歌手主播啊，唱歌的主播。如果此时此刻还没有关注我微博的朋友，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那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就能见到了。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所有朋友的陪伴和支持。这一夜有你们真好，愿你们这夜过得愉快。那咱们就下次直播不见不散了，朋友们，拜拜。